天皇作為日本國家元首，但係冇實權處理國家政務，而實際上作為政府首腦嘅首相，掌握政權，但係形式上要獲得天皇任命先至可以正式執政。日本嘅天皇先前已經介紹過，今次將焦點放喺日本嘅首相同埋國會上，睇睇兩者嘅關係。相信唔少人對日本嘅政治都感興趣，但係唔太理解佢點樣運作。睇新聞報道嗰陣時，會變得一知半解。日本現任首相係嚟自自由民主黨，簡稱為自民黨嘅石破茂，係第102任內閣總理大臣。內閣總理大臣係正式嘅職位名稱，站喺外國嘅角度，以首相嚟稱呼就比較方便。石破茂喺2024年10月1號正式上任，但佢可能成為任期最短嘅日本首相。因為喺佢上任之後第27日舉行嘅眾議院選舉裏邊，開票結果顯示佢所屬嘅政黨得唔到過半數議席。相信新聞都會咁樣報道，但對於日本政治冇基礎知識嘅話，根本就唔知道究竟係咩一回事。今次藉住新日本首相上任，仲有眾議院執政黨得唔到過半數議席，講解一下日本嘅政治機制。日本近40年處於經濟低迷困境，政治嘅變化可唔可以扭轉日本嘅命運呢？眾議院同埋首相嘅關係確實有趣。2024年10月27號舉辦嘅眾議院選舉，簡稱眾議院選舉2024。係現任首相石破茂所作出決定嘅後果。佢正式上任之前已經表示將會解散眾議院，正式上任之後嘅10月9號宣布解散眾議院。法律規定解散之後30日之內要舉辦選舉重組，選舉通常喺星期日舉辦，所以眾議院選舉日期定喺10月27號。點票結果已定，全部465個議席裏面，以自民黨同埋公明黨聯合嘅執政黨得到215個議席，即係佔46%，唔過半數。過半數議席最少係233個，而其他各個政黨同埋無所屬政黨嘅議席佔54%，即係過半數。過半數有重大嘅意義。眾議院要通過議案嘅話，要有過半數議員投贊成票。如果執政黨喺眾議院有過半數議席嘅話，就唔需要理會其他政黨嘅想法，同埋係唔係投反對票，可以順利通過自黨所提出嘅法案。相反，亦都可以任意反對在野黨提出嘅任何法案。補充一點，有關重要法案嗰陣時，要有2/3贊成先至可以通過，所以喺眾議院有2/3議席就更加理想。法案係指新嘅法律，或者修改、刪除現行法律喺議會審議嘅案文。法律係國家嘅規則，對於國家影響深遠，左右國家發展，仲有同外國嘅關係。要通過法案，就要先後喺眾議院同埋參議院呢兩個立法機關通過。日本實行兩院制，即係眾議院同埋參議院，詳細分別稍後會講解，但只有眾議院先至可以作出一個重要嘅決定，就係內閣不信任決議。簡單嚟講，就係令現任首相辭職。如果眾議院裏邊有議員提出內閣不信任決議案，有過半數議員贊成嘅話，包括首相在內嘅內閣就要解散，首相就要辭職。再睇一睇眾議院選舉2024嘅結果，執政黨得唔到過半數議席，即係代表內閣不信任決議案有可能通過。不過當然要有各個在野黨嘅支持先至可以成事，所以只可以講成石破茂有可能因為眾議院嘅內閣不信任決議案通過而要辭職，成為日本最短任期嘅首相。相信觀眾會理解眾議院同埋首相嘅關係確實有趣呢一句話嘅意思。首相有權解散眾議院，呢一個權利喺日本會稱為首相嘅家傳寶刀。過往新首相上任嗰陣時，唔少都會解散眾議院。另一方面，眾議院有權以內閣不信任決議嚟令到首相辭職，呢一個亦都可以講成在野黨嘅家傳寶刀。
如果在野黨團結一致通過咗內閣不信任決議案嘅話，自民黨嘅石破茂就要落台，取而代之最大機會成為新一任首相嘅係在野黨裏邊得到最多議席148席嘅立憲民主黨，佢嘅代表野田佳彥。可能有觀眾聽過野田佳彥呢個名，佢喺大概10年之前嘅2011年至到2012年曾經擔任第95代首相。近年可以多次擔任首相之位嘅人唔多，其中一個就係安倍晉三，佢曾經擔任第90任首相，任期係2006年至到2007年，同埋第96至到第98任首相，任期係2012年至到2020年。美國嘅總統係由美國國民投票而選出嘅。相對於總統制嘅美國，日本嘅政府體制係議會制君主立憲制，政府首腦係首相，喺日本稱為總理大臣。睇日劇描寫國家政治嘅場面嗰陣時，會聽見啲人叫總理，總理即係總理大臣嘅簡稱。喺日本國內，多數會用總理大臣呢個字，好少情況先至會叫總理大臣做首相。喺影片裏邊一律會稱總理大臣做首相，咁樣叫會比較方便。另外，日本國民唔可以以選舉直接選擇總理大臣。咁日本嘅首相係點樣決定嘅？以上一任嘅岸田文雄到現任嘅石破茂為例講解。翻返去2024年8月14號，當時作為自民黨總裁嘅岸田文雄，亦都係當時嘅首相。佢宣布唔會參加下一任自民黨總裁選舉，咁亦都代表佢將會辭去首相一職。喺日本，通常係執政黨嘅代表出任首相。岸田文雄失去自民黨總裁嘅職位，同時失去首相嘅職位。當首相之位有空缺嗰陣時，由參議院同埋眾議院兩院組成嘅國會要另選出新嘅首相。喺國會選舉之前，首先係自民黨舉辦總裁選舉，喺9月27號舉辦，可以投票嘅只係限有交黨費嘅自民黨黨員同埋自由國民會會議嘅會員。要成為首相必須係國會議員，所以參加自民黨總裁選舉嘅都係現任國會議員，否則參加就冇意思。石破茂壓倒勁敵，當中包括有機會成為日本首位女首相嘅高市早苗，仲有前首相小泉純一郎嘅兒子43歲嘅小泉進次郎。多次選舉而未能當選嘅石破茂喺67歲成為自民黨總裁。佢當選之後補上咗岸田文雄之後嘅空缺，暫時成為首相。要留意一下呢一個只係暫時性質，正式決定邊個係首相就係由國會嘅兩院分別決定候選人，以記名方式投票。呢一個選舉係國會嘅優先議題，叫做內閣總理大臣指名選舉。如果某一位候選人喺兩院都獲得過半數票數嘅話，佢就會成為首相。當時兩院嘅議席都由自民黨保持過半數，所以兩院嘅投票結果就係自民黨所要嘅結果。呢一個都係喺兩院取得過半數嘅意義之一。而喺呢個選舉裏面落敗嘅就係野田佳彥。呢一次內閣總理大臣指名選舉裏面，參議院同埋眾議院嘅投票結果都係石破茂取得過半數，所以佢順理成章成為首相。如果兩院嘅結果唔一致嘅話，最終眾議院嘅結果會獲優先採納，所以喺眾議院取得過半數議席對執政黨係好重要。兩院結果不一致唔係經常發生，上一次係喺30年之前嘅1994年發生。當時新生黨嘅羽田孜喺參議院裏邊勝出。另一方面，眾議院選出咗日本社會黨嘅村山富市，結果村山富市成為第81任首相，任期係1994年6月30號至到1996年1月11號。石破茂喺上任之後第9日宣布要解散眾議院。喺上任之後不足100日就解散眾議院嘅例子唔多，當中包括上任嘅岸田。
2000年4月上任嘅森喜朗。喺呢度睇睇眾議院嘅特徵。日本國會由參議院同埋眾議院組成，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希望喺立法過程裏邊能夠以多個角度去考慮，等立法過程可以更加完善。眾議院可以同首相角力，甚至可以令首相辭職，呢個同眾議院嘅特徵有關。參議院採取比較長遠嘅觀點，任期係6年，議席有248個，每3年半數議席會以國民選舉重新決定。首相唔可以解散參議院。另一方面，眾議院比較反映民意，有465個議席，同樣係由國民選舉決定邊個做議員。任期最長係4年，因為首相有權解散眾議院，所以以最長4年嚟形容。最近一次眾議院選舉喺2024年，再之前一次喺2021年10月31號舉行。當時因為啱啱上任首相嘅岸田文雄宣布解散而舉行嘅。眾議院多數喺滿任期之前遭解散，上一次滿任期要追溯到差唔多50年前嘅1976年。石破茂解散咗眾議院，但執政黨未能取得過半數議席，唔單止對日後法案可唔可以通過有深遠嘅影響之外，就連首相之位亦都可能有動搖。先前提及眾議院有內閣不信任決議嘅家傳寶刀，首相仲要面對另一個唔可以逃避嘅挑戰，就係內閣總理大臣指名選舉。當首相之位出現空缺嗰陣時，國會就要選出新一任首相。岸田文雄辭去首相一職，由石破茂補上，但係佢上任之後，眾議院重組過，所以國會要舉行新一次內閣總理大臣指名選舉。選舉會喺特別國會嗰陣時舉辦。國會分為通常國會、臨時國會、特別國會3種。通常國會由每一年嘅1月中開始，會期係150日，即係去到6月左右。臨時國會例如會喺天災之後決定政府預算嗰陣時舉辦，而特別國會喺通常國會之外嘅日子舉辦。其中一個目的就係喺眾議院解散、眾議院選舉之後舉辦內閣總理大臣指名選舉。呢個選舉舉辦日期喺眾議院選舉之後30日之內，咁亦代表石破茂會喺不久之後要面對另一個挑戰，可能1994年嘅內閣總理大臣指名選舉結果會重演。換首相之後唔係好耐嘅時間，日本政局會因為以上手續而處於不穩定狀態。眾議院選舉2024嘅結果原來有咁多影響。國會喺位於永田町嘅國會議事堂舉辦，所以睇到有關國會嘅新聞報道，有時會播放國會議事堂嘅影像，或者以永田町嚟代表國會。眾議院解散同埋選舉前後，永田町可算係國內外報道嘅焦點。眾議院選舉裏邊，執政黨未能取得過半數議席，並唔代表首相要即時下台，因為如果冇任何一個政黨取得過半數嘅話，就冇議員有把握成為新一任首相。之前提及喺兩院嘅內閣總理大臣選舉裏邊都能取得過半數嘅話，就可以順利成為首相；而冇人取得過半數嘅話，就要再次投票，得到最多票數嘅人就會勝出。所以每一票變得更加重要。石破茂同埋自民黨會趁而家去說服其他政黨渡過內閣總理大臣指名選舉呢一個難關。不過另一方面，在野黨亦都會四出說服，希望建立同盟，喺自民黨處於難關嗰陣時乘虛而入，取得首相一位，之後奠定基礎，成為未來嘅執政黨。喺二戰之後，日本大部分時間都係由自民黨執政。自民黨自成立嘅1955年至到2024年，只有短時間失去執政黨嘅地位，分別係1993年至到94年，仲有2009年至到2012年，合共唔夠5年。因為自民黨長期執政，其他政黨唔係好識做執政黨嗰陣時應該要做啲咩。有人指出，2011年發生東日本大震災，令到當時菅直人手上嘅民主黨政權措手不及。反過嚟睇，
長期執政嘅自民黨未能帶領日本發展經濟，令到國民生活更加舒適，日本處於經濟不景40年。希望有救星出現同埋引領，擺脫長期持續嘅困境。